大家好，我是麦香牛奶咪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说到守护一线厂商的性价比荣光，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8499的惠普暗影精灵9，但其实一并出击的还有它的兄弟光影精灵。虽然首发被暗影精灵的光芒所遮蔽，但是在一轮迅速的跳水之后，只要6999元就可以买到 i7-13700HX 加上4060。那么这台机器对比它兄弟暗影精灵9有哪些方面的差距？这么便宜的价格背后是否会藏有猫腻呢？看完本期视频，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。首先照例看一下机器的基本参数，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。机器的外观外设方面，光影精灵9其实给了我不小的惊喜，到手之后的外观和质感远远超出我对于这一价位的预期。机器没有游戏本常见的大屁股，尾部类似肌肉车进气口的设计我真的尤其喜欢，无论是开盖还是合盖都没有割裂感，正面看过去颜值完全不输暗影精灵。但是这个设计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接口只能被排布在左右两侧，后部的空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。不过机器最终还是搭载了3AEC，基本能够满足需要。同时 C 口虽然不是雷电接口，但是支持100瓦的霹雳充电，外出携带时能够方便很多。机身全部为塑料材质，但是良好的外形设计和做工使得其并没有中低端机器常有的廉价感。塑料表面的处理我个人非常满意，手感良好的同时对于指纹和注油抵抗力极强。我个人自认为是对于机器表面的油印比较敏感的了，但在半个月的使用里，这台光影精灵9我是一次也没有清理过，无论是 A 面还是腕托还是键盘都相当干净，称呼它为皮实耐造一点都不过分。不过还是有一点遗憾，就是 A 面的光影精灵 logo 是塑料材质，表面抛光虽然很好看，但是极容易被划伤，我这一台就已经战痕累累了。触摸板滑动的手感中规中矩，按压的手感倒是意外的很不错，面积也不小，使用感受还 OK。键盘的布局上给了全尺寸的小键盘，不过还是躲不掉阴间的电源键和方向键，按键手感上就比较吃瘪了。虽然带有一点段落感，但键程很短，外出的时候用不用还行，固定地点还是建议外接。不过这块键盘居然搭载了 RGB， 虽然亮度不高，还是单分区，设置流光效果时也很生硬。但要知道，它兄弟暗影精灵9都只有单白色背光，这个价位的一线机器能给键盘背光颜色可选，我觉得已经很大方了。壁面还是意料之中的16.1寸16:9屏幕，大额头大下巴是逃不了了。不过在这个价位倒是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屏幕对比暗影精灵9少了一个显卡热切换功能，这一点在我看来可能未必是坏处，因为这代热切换导致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，直接去掉这个功能反而能够避免掉一些奇奇怪怪的 bug。上方是摄像头，支持物理防窥，好评。屏幕是一块 1080p 165赫兹的 IPS 高刷屏，面板来自京东方，实测中心最大亮度338尼特，均匀度非常好，只有下方一条区域亮度略微衰减。默认状态下色温6600K， 对比度1289:1，色准方面稍差一些，平均调态 1.5， 最大3.04，伽马值存在较大的偏差。另外本次我也帮大家制作了7000K 色温的校色文件，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在关注后私信我，输入校色文件后获取。看完了外观外设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可能是大部分观众最为关心的性能部分。处理器方面，我本次购买的配置搭载了 Intel i7-13700HX， 虽然写的是13代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上一代 i9-12900HX 的马甲，是桌面端 12900K 的移植，8大8小的核心规模，合计16核心24线程。而落实到光影精灵9上，惠普还是很抠门的，只给了130瓦的 PL2、90瓦的 PL1， 实际运行时最大功耗还受到了电流强限制，只能够达到114瓦左右。就这么现在奔驰223多核心分数17884分，单核得分1745分，这表现对比我去年测试过的几颗 12900HX 都要差非常多。和我手头另一台正在测试的劲爆游戏本上搭载的 13700H， 结果在同一水平线上。而祖传脑子不好使的 Omen Gaming Hub 也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，10分钟的测试里反反复复乱调功耗，最终得分只有14445分。总而言之，光影精灵9上的这一颗 13700HX 基本可以直接当做 H45的 13700H 来看待，性能释放上不说垫底吧，基本也是吊车尾的水平。不过虽然 CPU 上不争气，显卡上这台光影精灵9可就找回了场子。RTX 4060的参数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， AD107 核心，3072的酷打数，8G 的显存。原本跑分环节打算一笔带过，但是我这一台光影精灵9跑分却完全超乎预料，默认状态就能够达到10744分的显卡分数。观察运行频率可以看到，在完全默认下，显卡的核心频率就能够达到2580兆赫兹，远远高于目前测试的所有其他4060竞品。但是在 GPU-Z 当中又可以看到，显卡的计转频率并未受到改动，因此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单纯的手气问题，抽到了体质特别优秀的核心。最终在核心超频270兆赫兹，显存超频1100兆赫兹之后，我轻松拿下了3D Mark 的 Time Spy Extreme，
Port Royal 3个测试的总配置世界第一，这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落实到实际游戏当中的表现又如何呢？本次请出他的大哥《暗影精灵9》来进行对比。同时，虽然《光影精灵9》只搭载了 1080p 屏幕，但是4060是完全足以支撑大部分游戏开启 2K 运行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笔电用户也有外接使用的需求，因此我还是测试了1440p 的游戏性能。可以看到，对比搭载了13900HX 的暗9，《光影精灵9》在 CSGO、彩虹6号这样重 CPU 和内存性能的网络当中劣势尤其明显，而在2077、古墓丽影这样的重显卡的游戏当中，《光影精灵9》依靠高得惊人的默认显卡频率，甚至完成了反超，最终综合8款3A 大作和网游，1080p 下平均帧数差距只有 3.73%， 而1440p 下甚至实现了反超，《暗影精灵9》落后了《光影精灵9》0.59%，而在展示游戏运行的1%搂帧上，《光影精灵9》对比暗9的落后程度也维持在了个位数。不过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一表现并不能够代表13700HX 和13900HX 的差距，而是因为我上一台测试的《暗影精灵9》表现实在是太差，显卡和 CPU 的表现均是垫底水平，而我这一台《光影精灵9》的显卡表现又异于正常水平的优秀。如果对比正常的13900HX 搭配4060，在1080p 下，平均帧数差距可以达到 8.68%，1440p 下 1.26%，而1%搂帧的差距在1080p 达到 11.78%，1440p 下更是可以达到 14.54%，处理器上的代差还是难以弥补的。不过目前的表现也已经能够完全满足1080p 的游戏需要了，1440p 部分游戏降低一点画质，或者打开 DLSS 也都能够流畅游玩。看完了游戏实测部分，我们也就进入了散热实测环节。25度室温电高单靠 FPU，CPU 会因为严重的供电过热而波动，一阵拉扯后，最终稳定在了90瓦，温度80度。双烤则稳定在41+105瓦，温度66+72度，噪音稳定在56分贝。而如果关掉 Dynamic Boost， 再用小飞机手动拉回功耗，此时双烤可以来到70+120，合计190瓦，温度也上升来到86+80度，噪音也会接近60分贝，但距离降频线还很远，依旧在安全区间。不过机器一旦放平之后，进气不畅，此时的双烤表现就会剧烈下滑，双核心都撞上温度墙，出现严重降频。可以说高负载下，机器不垫高的话，是完全无法正常使用的。但是这台机器又和暗影精灵9完全一致的，一旦垫高就必然无法通过内存测试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光影精灵9的散热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甚至可以算是机器的一个长板。压制 HX 和4060的搭配游刃有余，对比新模具的暗影精灵9差距也不大，甚至可以手动调整风扇曲线来进一步放宽温度，改善使用体验。但是硬件的优秀还是被软件上坑害，惠普的狗屎控制台和脑残传感器依旧发挥稳定。接下来是拆机环节，拧下地面的8颗螺丝即可打开后盖，注意左右上角的螺丝为长螺丝，其余为短螺丝，一定不能弄错位置。打开后盖可以看到，机器整体布局其实和旧款暗影精灵8很相似，散热为4热管3风口双风扇设计，2根粗热管贯穿核心，一根链接侧鳍片，还有一根藏在内部负责均热。风扇的尺寸很大很厚，尾部的鳍片面积也非常可观，这也正是机器良好散热能力的保障。中部是2条8G海力士 DDR5 4800兆赫兹内存，右侧是原装硬盘位和网卡，网卡为 H211好评，硬盘原装一条512G 的西数 SM810，读写数据如图。另一侧还有一个2280盘位，2个盘位都预装了 M113型铝制棺材覆盖散热。这个棺材盒子有多阴间，我上一期视频已经有吐槽，但是给空盘位预制散热这一点还是要好评。下方为83瓦时电池，实测混合模式，一口模式开，节电模式开，亮度70%，WiFi 蓝牙开，码子能够坚持约3个半小时，续航还是比较捉鸡的。好在机器 C 口支持100瓦 PD， 不过有硬续航需求的观众，本台还是建议避开所有 HX 后缀处理器的笔电，两侧为扬声器，我个人听感上觉得完全不输暗影精灵9的那一
的学生党以及打工人，是非常贴合其价位段消费者使用需要的一台机器。轻便的机身还有 PD 充电，一并带来的是舒适的便携体验，良好的机身外观设计，能够融入各种正式非正式场景而不掉档次、不添乱。耐脏易清理的机身皮实耐造，不用跟祖宗一样供起来。散热性能可以算得上是优秀，能够保证90%的游戏工作场景需要，但是糟糕的软件调度毁掉了覆盖剩下的10%的可能性。屏幕的选用也有一些复古风范，不过考虑到它的定价和售价，倒是也在预期之内。毕竟本身惠普的 CPU 释放就一直低人一等，而光影精灵本身又是低暗影精灵一等的产品线。在此之前，光影精灵几乎就是专宰傻子、线下智商税机型的代名词，而今年一跃成为了没有明显短板、性价比尤为出众的机器，进步非常明显。这一点在我看来还是很值得令人高兴的，少了一个垃圾系列，多了一个性价比选择，对于爱好者和小白来说都是好消息。选购这一方面，我这一台机器入手的价格为6999，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。而如果是对于拼多多不放心，亦或是对于惠普今年的品控不放心的观众，视频置顶评论也可以跳转京东，线下7699，在我看来也还可以接受，适合比较看重品牌和购买渠道，但是预算又较为有限的消费者。而如果你对于品牌没有那么深的执念，机械革命接下来会发售的7499、7999的大白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后续频道也会有评测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有意思的观众不妨点一个免费的赞，觉得有帮助的观众也欢迎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。接下来频道将会陆续推出更多主流价位性价比机型的评测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。我是麦香牛奶咪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